你很難想象，有一天，中國城市最驕傲的現代化標誌——地鐵，竟然會成為吞噬財政、拉垮信用、拖死地方的超級黑洞。它曾經是榮耀，是速度，是政績，是招商名片，而現在，它開始斷供，開始熄燈，開始減班，開始被悄悄按下暫停鍵。地鐵的黃金時代結束了，而且是斷崖式結束。先看一組冷到刺骨的數據。中國交通運輸部數據顯示，2025年10月，全國軌道交通平均客運強度僅為 0.804 萬人次公里日，同比下降 5.7%， 而且已經連續8個月下降。什麼意思？這不是偶遇寒冬，這是長期衰退的體溫下降。中國經營報統計，今年3至9月，中國城軌客運強度同比下降幅度分別為 4.3%、4.3%、3.5%、3.8%、5.7%、4.9%、3.3%，連續下滑，毫不回頭。按照發改委的審批底線，地鐵規劃獲批，預測客運強度至少要達到 0.7 萬人次公里日。但現實是，2025年10月，在全國50多座已開通地鐵的城市中，達標的城市不足1/3，超1萬人次公里日的僅剩8成。深圳、廣州、上海、北京、長沙、西安、哈爾濱、蘭州，其餘的城市不是乘不滿，是壓根沒人坐。地鐵修出來了，站在那裡像一條空腹的鋼鐵巨獸，吞電、吞錢、吞債。曾經中國地鐵修到哪裡，房價漲到哪裡。修的是地鐵，賣的是土地，賣完土地再去補貼地鐵虧損。這是過去20年中國城市最賺錢、最順手的邏輯閉環：軌道加土地加房地產加財政循環。但現在循環斷了，樓賣不動了，地賣不出去了，地鐵還在虧，債卻一分沒少。於是它從增長引擎變成了財政黑洞。看更殘酷的數據，中房網數據顯示，2024年全國28個主要城市地鐵公司中，26個處於虧損狀態，而且是在扣除政府補貼後的真實虧損。部分典型城市虧損情況：深圳地鐵虧損334.6億元，北京城投虧損216億元，成都地鐵虧損近70億元，南京地鐵虧損53.84億元，寧波地鐵虧損75億元，青島地鐵虧損88億元，瀋陽地鐵虧損23.72億元，天津軌道交通虧損35.49億元。你沒看錯，連過去被稱為地鐵賺錢神話的深圳地鐵，現在也虧到100億級別。而更恐怖的是負債。武漢地鐵網統計顯示，全國地鐵公司總負債已超過4萬億元，一些城市地鐵公司負債率超過 80%， 幾乎接近財務窒息。比如武漢地鐵負債超2000億，每年利息接近100億。蘭州地鐵負債率高達 82%， 多數城市地鐵負債率集中在 50% 至 80%。你可以理解為，地鐵已經不只是交通工具，它是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上的一顆定時炸彈。這顆炸彈現在開始被控爆。從2024年開始，中國多地地鐵紛紛進入規劃凍結期。有媒體報道，本輪“十四五”地鐵新規劃審批中，截至目前只有成都獲批，其他至少20多座城市仍懸而未決。被卡下來的城市包括寧波、青島、洛陽、哈爾濱、西寧等多個2、3線城市。不是他們不想修，而是發改委不批了，理由只有一個：你們養不起。例如寧波，
2025年10月，寧波地鐵客運強度僅為 0.45 萬人次公里日，連及格線 0.7 都到不了，更別談盈利。11月17日，寧波發改委公開回應，暫不具備報批第4期軌道交通建設項目條件。翻譯一下，你先養活你現在的地鐵再說。再比如青島，2025年9月，青島平度市市長張宏業表示，青島地鐵14號線項目因為國家政策收緊加客流效益不足，目前無法實施。說白了，修了就是繼續虧。洛陽更直接，地鐵2期申報條件暫不成熟。哈爾濱甚至因為債務率不達標，地鐵5號線直接被擋在批復門外。不是規劃沒寫好，是口袋沒錢，是負債爆表。過去中國地鐵的邏輯是，只要修得更遠，錢自然會跟上。現在現實是一記耳光，地鐵越修越遠，人卻越走越少，錢越來越沒。30年地鐵黃金期，本質是房地產大膨脹的副產品。而當房地產長期下行，當土地財政陷入枯竭，地鐵終於被打回原形。而更諷刺的是，地鐵客流的下滑不僅是經濟問題，也是人口問題、結構問題、遷徙問題。人口在減少，年輕人在離開，城市在收縮，地鐵在擴張，兩條線反向狂奔，一個在坍塌，一個在繼續燒錢，最終只能一起掉進深淵。但地方政府不可能承認失敗，他們不敢停，只能變相斷供。於是，你開始發現地鐵越來越摳，佛山提前30分鐘收車，多地縮短運營時段，拉長發車間隔，站廳燈光昏暗，電梯停用，空調減配，列車悶熱，維護減少，節流成為地鐵的自救方式。而節流的代價是所有乘客。但更諷刺的是，服務越來越差，票價卻在悄然上漲。昆明、重慶已經明確漲價，廣州通過計費規則調整實現隱性漲價，結果是市民花更多錢買到更差服務。地鐵從公共服務變成了一項越來越昂貴的生存成本。地鐵的敗退不是一場交通事件，它更像一場城市財政信仰的崩塌。因為地鐵早已不僅是交通工具，它曾經是地方政府的提款機，是城市資產膨脹的發動機，是土地財政最關鍵的催化劑。現在發動機熄火了，而城市失去了最後的助推器。當地鐵不能再靠土地養活自己，就只剩2條路，要麼繼續靠財政輸血，要麼自己節流漲價自救。問題是，地方財政本身也已經自身難保，從賣地財政轉入過緊日子，已經不是口號，是現實。公開數據顯示，2024年至2025年，多地土地出讓收入同比下降超過 30%。一些中西部城市土地成交量腰斬，甚至跌到只剩個位數地塊。財政沒錢了，地鐵的血也開始斷了。於是，一場地鐵生存模式的轉變悄然發生，從無限擴張轉向極限節流，從打造地鐵之城退回勉強維持運行。很多城市地鐵系統開始出現以下趨勢：運力壓縮，發車間隔從原來的3分鐘拉長到5分鐘、7分鐘、10分鐘；運營時段縮短，原本22點30分收車，提前到22點，甚至21點30分；運維投入降低，設備檢修次數減少，設施更新週期延長，能修不換，能拖就拖。你會發現一種微妙的變化：
地鐵不再追求體驗，只求撐住。而當節流到極限，就只剩下最後一刀，漲價。這2年漲價的方式變得越來越溫柔，因為不敢明說我們要漲價了，他們學會了一個詞：規則優化。廣州修改計費階梯，重慶調高分段費用，昆明上調起步價，結果就是你通勤沒變，支付卻多了，而你得到的是更擁擠的車廂，更長的等候，更悶熱的車廂空氣，錢多了，服務少了。這不是漲價，這是赤裸裸的轉移成本。但問題最嚴重的不是這些細節，而是地鐵債務本身已經變成了長期的財政引雷。4萬億負債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未來20年、30年，地方財政每年都要拿出巨額資金償還地鐵利息和本金。錢從哪裡來？從公共預算裡擠，從民生裡挪，從教育、醫療、養老中省。也就是說，過去享受地鐵擴張的是城市形象，現在替地鐵買單的是普通人。更殘酷的是，地鐵並不是唯一下沉的系統，它只是中國城市財政壓力的一個縮影。同樣陷入困境的還有市政公共設施、新區開發平台、城投融資系統。而地鐵因為體量巨大、負債極重，成了那個最先露出水面的冰山尖。當發改委開始嚴控地鐵審批，你看到的並不是交通政策的變化，你看到的是中央已經意識到這條路不能再走下去了。未來10年，中國很多城市的地鐵都會進入一個相似的階段，不再擴張，不再鋪張，不再追求全國領先，只追求別垮，從地鐵之城退回基本維持。一些本就客流不足的城市，甚至可能出現這樣的局面：地鐵越修越少做，越燒越多錢，越運營越困難，最後變成城市地下的鋼鐵負資產。